中兴 Axon 30屏下版。今天我们聊聊这台屏下前摄手机。由于我们拍摄设备的快门速度没有跟它屏幕的刷新咬合上，所以它的屏幕看起来有点闪，但这是我们的锅，不是它的事儿。中兴 Axon 30屏下版，这是一台屏下摄像头手机，而且呢，在今天已经进化到了第2代产品。在其他的手机厂商还没有推出第1代产品，中兴呢已经向前迈进了2大步。这种创新精神，首先就很值得我们多多关注、多多鼓励它。大家想一下，整个手机的发展史是不是就是屏幕的发展史？整个手机都是越做越小，只有屏幕是要一直往大了做的，对吧？消费者对屏幕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厂商也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玩命的努力，于是就出了全面屏。但是到了全面屏之后啊，什么刘海啊、挖孔啊、水滴啊，这些反而就成了痛点。于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全面屏手机。大家会不会认为屏下前摄就是未来手机的发展趋势呢？如果你觉得是，打1；如果觉得还有其他方案，可以打2。下面呢，我们会放一些用这台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这样，主要就是为了激起大家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前面的精选影片呢，都是用这台手机拍摄的，而且用它内置的滤镜来编辑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拿起自己的手机多去外面拍好看的照片。没错，那么欢迎观看 ZPH， 我是老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期待屏下前摄手机，期待这期节目，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由于这次拍摄的时间非常短，为了早点上线，我们就不细抠它的后摄光学能力表现如何了。当然我们也会介绍一下，但毕竟这台手机的亮点是前摄，那么我们就会围绕这颗前摄的拍摄效果以及日常的使用感受为这期节目的主题，相信大家也是更关心这点。那么下面我们就聊聊这台手机的前摄表现。这台手机我们一拿到手就开始玩命的找它的前摄到底在哪儿。经过仔细的找，确实发现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看见它的前摄位置，就在屏幕上沿的中间部分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我们是又找角度又找反光还慢镜头拍摄的，就是为了让您能找到它，不知道您能不能找着。在日常使用中，从我们的感受上说，这个前摄对显示的效果确实没有什么影响，这点比上一代的提升真的是挺大的。上一代的产品我们把玩过，前摄的方形区域还是有些明显的，这回您仔细找，您找着了吗？和其他的打孔屏、药丸屏比起来，显示效果提升肯定是有的。如果您对那些屏幕在挡弹幕、挡视野方面有意见的话，那么这台屏幕应该会让您满意。说到屏幕这台手机采用的屏幕还确实是进步了。前面说的上一代产品之所以能很容易找到前摄，是因为前摄区的屏幕像素点非常稀疏，跟其他区的像素点密度不一样，而现在这款手机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台手机的前摄区域和整块屏幕的融合度非常高，颜色、亮度、显示效果我们都没发现什么区别，是不是完全就是一样的？这点我们也不清楚啊。毕竟聊硬件呢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你像这块屏幕什么120赫兹高刷新呢，100%覆盖的 P3 色域啊，10位色深的10多亿的色彩呀，这些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反正人家有，实际体验效果确实比上一代进步明显。而且这台手机还是主打性价比的，我们对有性价比的产品都是很有好感的。对了，还有一点就是面部识别解锁也比上一代有进步，我们还得特意用慢镜头拍，要不正常速度的话都看不见小锁解开。是不是你们还关心前摄的自拍效果怎么样呢？那这点由长长来跟你们介绍了。
好，我们来说一下前摄。前摄的效果呢，大家都很关注。首先，摄像头在中间，这个真的很重要。很多打孔屏为了照顾屏幕效果，就把摄像头开口放在屏幕的边上，整个人拍出来都很奇怪。而且跟别人打视频电话的时候，我只能露出来半边脸，真的特别不方便。那现在在中间就很方便啦。至于前摄在日常中使用的效果呢，我觉得还是挺够用的，它颜色和清晰度都挺不错的。尤其是打开有个 AI 画质增强的功能，那背景会清晰很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在环境很暗很极端的情况下，而且如果你背后有强光，那画面背景的边角处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光点，但不太影响面容。好，下面咱们介绍一下后摄啊。这台手机虽然说主打的是前摄以及全面屏的效果，但是后摄咱们也要稍微说一下。而且经过我们使用呢，发现它的后摄表现还可以哦，毕竟人家是主打性价比的手机呀。后摄的工业造型方面有自己的文件夹造型，也有当下比较流行的双环造型。后摄是4颗镜头分布，其中有1颗是景深镜头，剩下3颗是干活的镜头，分别是主摄、超广角和微距镜头。下面咱们先说说主摄啊。这台主摄在白天拍摄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颜色是我们喜欢的那种，背景虚化很不错，对焦也很优秀，可以从这几张近景照片中看出来，近处的对焦就没有犹豫过啊。在我们实际使用中，有一点需要表扬的就是这台主摄在逆光的效果下拍出来的照片也是不错的，这点在拍摄之前我们可没有想到，毕竟结合它的售价，还是很可以的。要说缺点嘛，也有，就是边角画质的问题。不过那些卖的死贵的旗舰手机边角画质照样下降啊，那凭什么要求它完美呢？再看看这台手机拍摄人像怎么样，这个人像好不好的标准还得再长长，他说了算。给他拍完几张之后，他看了一眼说，比较不错，确实肤色呀、色彩呀、背景虚化呀这些做的都还可以。那么如果您想买这台手机，并且您平常拍人像多一些的话，那么您就可以拿我们拍的这几张照片作为参考。老实说，以长相的要求来看，这台手机拍人像还不错。这么看，这颗6400万像素的主摄表现还是可以的。下面顺带说一嘴超广角，这颗超广角的硬件参数虽然说不亮眼，但是拍摄出来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它的逆光拍摄效果跟主摄一样都很优秀，这点就很不错了。毕竟价格在这儿摆着呢嘛。这台手机还有一个好玩的镜头，就是微距镜头。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们还是比较看重手机的微距拍摄效果的，因为好玩啊。这颗微距镜头的最近拍摄距离还是不错的，而且挺合适的，3厘米左右。太近的话，拍摄时候离着被摄物体很近，那就不舒服了。太远的话呢，又没有很好的微距效果，所以这颗微距镜头我们还是认可的。虽然这颗镜头颜色挺准的，但是有时候拍摄出来的照片不太艳丽，这算是个小不足吧，但是总比太艳强。再说一下夜景拍摄的表现，这台手机有一点好，就是没有我讨厌的自动夜景。拍摄夜景的时候呢，照片是既暗既有，不用等待。想要更好的效果，就用夜景模式呗。城市照明的环境下，这台手机的直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原色也很准，挺漂亮的。最让长长喜欢的是这台手机的夜景人像拍摄效果。按长长的话说，真是算了，我不能太夸这台手机了。虽然我们很喜欢性价比手机，总之在日常的夜景环境下拍摄出来的人像照片还是很好看的，长长很喜欢。在闹市区和朋友吃完饭留个影，肯定会得到朋友的认可的。下面看看视频录制的效果，这台手机拿在我们手里时间太短，忘了拍超广角了，但是主摄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白天的表现防抖方面做得还不错，夜景的表现也还可以哈，防抖效果不错，色彩我也比较喜欢。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这个场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某些旗舰机在这儿都翻过车，目前看效果还不错哦。工业设计方面，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首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屏下前置摄像头，在这点的加持下，让中兴 Axon 30屏下版的正面非常与众不同。在如今的刘海屏、挖孔屏的时代，屏下前摄绝对是一股清流了。
别说还有升降摄像头啊，先不说机械结构强度的问题，就说防尘防水你怎么办呢？目前要讲究全面屏的话，貌似还真就是屏下摄像头的方向有点意思。手机屏幕的尺寸很大，6.92英寸，将近7英寸了啊，绝对算是大屏手机。你应该觉得它很笨重吧？还真不是，180多克的重量，你想得到吗？屏幕比它小，200克以上的有的是，而且它还挺薄的，7.8毫米的厚度，拿在手里可以当扇子扇了。要说硬件上有些不足吧，那可能是电池吧，4200毫安时不算非常大，因为机身很薄也塞不下大电池，但是据说骁龙870好像挺省电的哈。那么 OK， 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硬件配置方面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什么跑分啊、游戏性能啊、续航啊，没准你们比我们都清楚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前摄方面、在影像方面的体验怎么样。估计大家会对中兴 Axon 30屏下版的前摄拍摄效果比较关心，在我们看来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我们是第一次用屏下摄像头手机，而且一开始的期望并不高，上手后的反差让我们觉得有点惊艳。以日常使用为标准的话，这台前摄是合格的，尤其是那些在我们评论里边吵厂家应该针对纯爷们推出没有前摄手机的人 ，no， 给你，这就是你想要的，而且还远超你的预期，因为会白送你一个隐身的前摄，嘿嘿。在后摄的表现上，这台手机也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因为很对得起它的售价，尤其是逆光下的表现很不错，夜景也够用，微距镜头很好玩。虽然镜头没有旗舰机那么丰富，但毕竟人家走的是性价比路线呀。屏下摄像头手机在现在说是大势所趋也好，说是大胆尝试也好，能够拿出来可以量产的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情了。更何况中兴 Axon 30屏下版已经是第2代产品了，而且它比上一代啊，这个前摄部分确实更隐形，自拍也有提升，面部识别呢也挺稳定的。确实，更何况它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值得尝试。这2年啊，我们发现中兴的发力确实挺猛的，而且我们相信，感觉在创新上多走2步的人，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没错，记得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